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就在这2天，华为和苹果都纷纷召开了自己的新品发布会。这2个发布会啊，时间就隔着1天的时间啊，也就是说，华为故意的把发布会放在苹果之前。但是实际上呢，它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它的产品都已经下线了，已经在门店里边销售了，甚至很多人都已经买到了手机，都已经把它拆开了。彭博社委托了一个知名科技机构把这个华为手机拆开分解，然后进行分析。最后他们发现，华为所吹嘘的这个 5G 手机当中，也就是 Mate 60 Pro， 它的所谓麒麟 9000S 的芯片确实是中芯国际生产的，而且是中芯用荷兰 DUV 深紫外光刻机生产的7纳米芯片。问题在于，这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你这个7纳米是用 DUV 生产的所以说你需要多次曝光才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也就意味着它的成本过高，良率不足，很有可能在量产上会出现问题，也就是它库存并不够。那么第二就是它的真正的这个芯片的制程水平远远落后于最新苹果要推出的 iPhone 15 Pro， 因为 iPhone 15 Pro 使用的是成熟的3纳米芯片，而华为的最新的 5G 手机采用的是不成熟的7纳米。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7纳米是没办法持续进行下去的。第一就是刚才我讲过的成本过高啊，它的这个如果量产的话有可能是亏本，它如果不把价格提升上来，它就只能不停的补贴，等于是在烧钱。就像我之前说的，它是为生产而生产，为向全球证明我们有能力制造出先进芯片的手机啊，它是一种强弩之末打肿脸充胖子的产物，所以说它不可能持续下去。还有就是 DUV 所生产的7纳米已经是到极限了，它再怎么多次曝光，最终也只能达到7纳米，不可能再往前推进了，除非你拥有 EUV 这个极紫外光刻机。但是极紫外光刻机是被美国禁止的，荷兰不能够出售给中国。当然了，它也有可能会吹嘘说我有5纳米了，但是不好意思，几乎在科学上是你不可能完成的，或者说你根本做不到量产，因为7纳米已经几乎是 DUV 的物理极限了。所以我说过，这次华为的 5G 手机啊，当然了，他说是 5G 手机啊，这个吹这个 5G， 实际上苹果这个 iPhone 15、iPhone 14都可以支持 5G 啊。现在最新推出的这些手机有哪几个不是 5G 了？所以 iPhone 15 Pro 一出，几乎可以说这个遥遥领先就被苹果夺走了，甚至苹果变成了遥遥领先。但不管怎么样，华为紧急的在苹果手机出之前赶紧把自己手机推出来，手机销售要赶在之前，发布会也要赶在之前啊，就是怕等苹果出来之后你再出就不足看了，你就没法吹自己遥遥领先了。所以他着急忙慌的赶快把这推出来，然后引一下流，宣传一轮，全民狂欢，厉害了我的国，这个效果是杠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苹果手机一出，它就相形见绌。大家可以看到华为已经心虚到什么程度了，就是现在有人在网上拿到这个手机了，然后他就抱怨了，说这个手机发热太严重。他说入手华为 Mate 60的小伙伴要谨慎，虽然没有指望 Mate 60芯片有多惊艳，但毕竟制作工艺摆在那里，网上体验大多都是夸大效果，增加噱头，博取流量罢了。他说到手已经使用3天了，最大的感触就是发热严重，不管你做啥，只要屏幕亮着就疯狂发热，直接就像暖手宝一样，比我的30 Pro 发热严重的多。买的时候就知道智商税和爱国税，没办法，真的想退货了，入手需谨慎。他就是讲了他拿到这个手机之后的一个看法啊，但是因为对华为这个手机进行了负面评价，大家看到结果如何？他的账号被小红书禁言30天。毕竟这个华为手机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它是小马拉大车，它是根本还没有成熟，但是就是急于推上市场，急于的证明自己，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逻辑和商业行为，它背后是有政治动机的，它是要证明厉害了我的国，证明我们突破美国的封锁，给现在的中国经济打气，当然也给中国政府、共产党政府脸上贴金，它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存在，所以说它肯定是问题多多，毫无疑问的事儿。那么现在好了，有人抱怨，立刻怎么样？删贴封号，通过这种方式堵住所有人的嘴，就像之前汽车行业一样，比亚迪出了事儿，网上赶快删贴封号。但是如果有人抱怨特斯拉怎么样，立刻去炒作，立刻就指责特斯拉问题多多，
大家千万不要买，我们还是应该支持国货。西方的产品都是忽悠我们的，割我们韭菜的。你看，这就是双重标准，非常的明显。最近网上还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人他买辆红旗轿车，结果他买来之后连续修了13次都没修好，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最后这个车主实在忍受不了了，当着 4S 店的面把自己的车给砸了。这车坏了13回了，换了10回件了，厂里一点说没有，啥都不敢开。你在买这个车之前，难道不去看一看网上的评价吗？当然，这个评价很多都已经是被带了风向、带了节奏了啊。但是你总是还能找到一些人，他们亲身体验之后讲述自己的感受，特别是那些车主，不要看那些自媒体，他们可能是收了钱的，或者是这个做广告。你要看的是真正的车主买了之后他们什么反应，对吧？但是没办法，红旗轿车这是爱国的体现，为了爱国，他们愿意花这个冤枉钱啊，花了之后你就不要抱怨，对吧？最后你还要抱怨。这是既要又要，就像我之前说的，不管是买红旗轿车还是买华为，这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他割的是有钱人的智商税，还不是穷人的智商税。穷人也是急于被割，但是他没钱，当然也有些其他方式去割，比如说这些社会底层的韭菜们，怎么割他们呢？就是中国的直播行业。这个直播大家一看之后就非常激动的下单了，但实际上很多东西根本自己不需要的，只不过他们觉得很廉价，而且相信网红，支持网红。最近中国顶流的直播网红李佳琦又翻车了。之前我们讲过李佳琦翻车啊，有一天拿出了一个坦克形状的蛋糕来卖，结果那是6·4前一天，跟6·4连上了，结果他的账号被封，让他好好的悔过反思。后来我不是说嘛，他还是会复出，因为这个是他无心之过，并不是故意的。果然过了几个月之后，他现在又复出了。没想到最近他又翻车了，这次得罪的不是当局，这次得罪的是他的观众，是这些消费者。为什么？我们看一段当时的影片。锡纸越来越贵了，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好吧，不要睁着眼睛乱说。国货品牌很难的，有的时候有自己的原因，好吧？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好不？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我真的快疯掉了。像李佳琦这样的流量明星，几乎可以说是一夜暴富的典型，就是他们卖东西很快就立刻就这么多人找上门来啊，然后迅速积累粉丝。迅速赚得盆满钵满，就他们立刻从一个普通的直播主啊，一个普通自媒体人，他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全国知名的大明星。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的名利双收，走上了人生巅峰。也就是他们摆脱了自己这种社会底层的阶层啊，一下变成了可以有巨大号召力、影响力的，或者是也被政府所利用的接近权贵阶层了。据2021年的一个网络主播的净收入排行，李佳琦以年收入18.5亿人民币排在第一名，他的年净收入已经超过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所以这种巨大的阶级跃层导致他们心态的变化，立刻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了，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钱人，他们的价值观和消费观都有可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说当他看到这些底层的人，那些消费者为了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一个东西就在抱怨说怎么那么贵，他就很不理解。他早就忘了过去他可能在北京、在上海、在这些大城市打拼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这个东西还太贵啊。在商店里看到他可能也有点犹豫，不会去买。他忘了那个时候的窘迫，因为他现在钱包很鼓了，所以说他就随口而出：你怎么觉得这太贵呢？这就有点像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就是你已经跟这些普通的消费者脱离关系了。你不再是一种人了，你现在已经是大明星了，你已经是亿万富豪了。你当然他会不理解为什么几十块钱的东西你还在抱怨。他讲出这个话之后，所有的这些消费者、这些观众受不了了，不一定会觉得这几十块的东西太贵，但是会觉得李佳琦讲这个话太伤人，就觉得李佳琦现在已经飘了，已经看不起我们这样的人了。那么为什么我还要上杆子为你送钱呢？而这里边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这个观众提出这个意见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你这个产品并不是一个国际大牌，你没有那么多的品牌的附加值在，你只不过是因为跟网红合作了，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名牌，然后你这个标价还这么高达到了国际一线品牌的价格，但是你的成本呢却低得可怜。它主打的是什么？主打是国货加网红，用这个模式，就因为你要支持国货嘛，不要支持那些欧美大牌什么日本大牌，你要支持国货，所以就买这个国货，即使这国货贵，你也愿意去买。一个是爱国情怀，一个是网红效应，
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在中国一个特色的割韭菜的暴利行业，不是国际大牌，成本又很低，但是它却标成国际大牌的价格，就是因为用爱国和网红进行了宣传营销。所以有网友就说嘛，说这个他的代言的出事的这个翻车的这个眉笔叫花西子，说平均每克的价格已经高达985块钱，相当于2克黄金的市价了。国际一线的大品牌都达不到这个定价，而且说这个品牌从创立到现在做成中国头部，仅仅花了不到6年时间。其实它就赶上了一个现在的厉害了我国的一种政治洗脑宣传的时代，以及利用了自媒体、移动支付这些功能和工具。你说这不是割韭菜又是什么呢？而且割的还是那些底层人民的韭菜，只不过中国这韭菜太多了，人口基数太大了，你每个人割点，最后就变成了这样的巨资。底层人被割的同时，他们的生活境遇并没有越来越好，对吧？因为中国经济越来越差，失业率越来越高，当然这个时候在消费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谨慎，所以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李佳琦代言的这个产品标价这么高？所以它涉及到的不仅是李佳琦个人的问题，他的措辞他是不是伤害了这观众的玻璃心，它更重要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的在消费上面的心态的变化。其中有一个网友留言获得了3.6万人点赞，他说一直在你直播间买东西，但这次真的很无语，一支眉笔79不贵，是因为你一天几百万几千万的账目，我是个护士，工作6年，职称护士，1个月工资3000，你说我不努力吗？我一天工作14个小时，不是在配液体的路上，就是去病房的路上，下了班还要开会，至少1个小时起步，累不累我不想说，但你说的挺轻描淡写的。那么李佳琦在被全网鞭笞，甚至有大量的粉丝流失的时候，他被迫的专门做了一段影片，向全社会所有的观众消费者进行致歉。他说，我本就是一个彩妆柜台销售员，深知大家的工作都是辛苦和不易的，我说的话辜负了你们的期望，本来大家已经生活非常不易了，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其实是找到一些共鸣就因为这些直播间卖东西都是比较便宜的东西，比较廉价的东西，大家觉得还能买得起，还能够消费，还能够狂欢，但是没想到还要被刺激，在职场当中被老板呲儿，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喜欢的网红，这个网红居然不仅没有贴心的去照顾大家的情绪，反而是嘲笑他们太穷不努力，那你说这些观众还不火了？所以我们知道在中国，你是有钱人你也会被割，有被割的方式，普通底层的人民也没有多少钱的人，1个月几千块钱的收入的人也同样会被割，也有不同的方式，毕竟共产党是镰刀斧头帮，不管你是哪个阶层，总有个割法等着你。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